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你知道吗？在法国，45到55岁的离婚被称作金色爆裂，听起来浪漫，却藏着无数家庭的破碎。在日本，退休当天领完退休金就去办离婚，成了部分中年夫妻的约定俗成，名为定年离婚。而在中国，2024年离婚率攀升至 58%， 其中近60%案例集中在45岁左右这个区间，不是7年之痒的激情褪去，不是耄耋之年的力不从心，偏偏是45岁，这个看似承上启下，本该岁月静好的年纪，成了全球婚姻的分水岭。为什么无数夫妻能共患难，却熬不过中年的太平岁月？今天我们就撕开这层看似无解的谜题，看看45岁背后那些压垮婚姻的隐形真相。首先要明确的是，45岁的离婚潮从来不是单一事件的爆发，而是生理、经济、社会、心理4重压力的集中引爆。它像一个被忽略了10几年的炸弹，在人生的这个关键节点终于走完了倒计时。我们总以为婚姻的裂痕始于争吵，但很多时候它的起点是身体的悄然改变。45岁左右，男女双方都面临着人生中最剧烈的生理波动，而这种波动直接重塑了亲密关系的底色。对女性而言，45岁前后正是更年期到来的阶段，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，带来的不只是潮热、失眠，更有情绪的剧烈起伏，易怒、焦虑、敏感，曾经能容忍的小毛病，如今可能成为点燃矛盾的导火索。而男性同样逃不过生理的中年危机，睾酮水平逐年降低，精力大不如前，曾经的意气风发被疲惫取代，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也随之减少。这种生理上的错位让夫妻间的情感连结逐渐断裂。日本家庭社会调查显示，45岁以上夫妻的日均交流时间不足1小时，其中近30%夫妻除了必要的家庭事务，几乎零交流。他们不再是彼此的依靠，反而成了最熟悉的室友，白天各自应对工作的消耗，晚上回到家，一个被焦虑困扰难以入睡，一个因精力不济只想沉默。曾经的枕边人慢慢变成了背对背玩手机的陌生人。更残酷的是生理变化带来的自我认知动摇。一位参与哈佛中年心理研究的男性坦言，当我发现自己爬楼梯都气喘吁吁，看着镜子里的白发和肚腩，突然觉得这10几年的婚姻像一场重复的骗局。我想通过离婚找到一点年轻时的激情和存在感。这种对青春逝去的恐慌让很多人把婚姻当成了替罪羊，试图用结束关系的方式对抗身体的衰老。如果说生理变化是婚姻的隐形裂痕，那经济压力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45岁恰好站在家庭经济压力的顶峰，房贷、车贷、子女教育、父母养老，4座大山同时压来，让婚姻从情感共同体变成了财务战场。在中国1线城市，一套房产的月供动辄近1万，而45岁左右的夫妻大多还在偿还长达30年的房贷，这笔支出几乎吞噬了家庭1半以上的收入。与此同时，孩子正处于升学关键期，补习班、兴趣班、出国留学储备金，每一项都是刚性支出，每月数千元悄无声息的流走。父母年事渐高，慢性病用药、定期检查、住院陪护，又形成了另一笔无法缩减的开销。双职工家庭的收入被层层分割，留给夫妻2人喘息的空间微乎其微。曾经谈论梦想与未来的对话，逐渐被钱从哪里来、这个月怎么周转所取代。争吵日益频繁，交流日渐稀少，那些关于爱的承诺在房贷单据和学费账单面前渐渐褪色。很多中年人对婚姻的感悟都充满了疲惫。我们不是不爱了，是实在太累了。每次看到银行发来的还款提醒，看到孩子的学费通知单，我们就会互相指责，最后发现婚姻里只剩下无尽的焦虑。而这种经济压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上演。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，大量中年夫妻陷入财务泥潭，房产负债沉重，就业不稳定，收入持续下滑。为求自保，许多人选择通过离婚切割财产，降低债务连带责任。短短10年间，日本定年离婚率飙升3倍。在欧洲，能源危机引发的通胀让中年家庭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。德国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45到55岁夫妻因经济矛盾离婚的比例较5年前上涨了 42%。更令人唏嘘的是策略性离婚的出现。在中国，一些普通工薪家庭为了规避房贷风险，享受低保政策或子女入学优惠，选择形式上离婚，实际共同居住。这种原本局限于企业家阶层的操作，如今已悄然蔓延，
反映的不是感情破裂，而是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整体坍塌。当婚姻本身变成潜在风险源，终止关系反而被视为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。很多中年婚姻的维系靠的不是爱，而是责任，尤其是为了孩子这个共同目标。而45岁左右恰好是这个目标消失的节点。在中国，杭州法院的白皮书显示，许多夫妻等到子女考上大学、成年独立后，才选择离婚，只为减少对孩子的伤害。对他们而言，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成长环境，才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和平。孩子就像一根纽带，把两个早已离心的人绑在一起，而当孩子成年，这根纽带断裂，婚姻的大厦便瞬间坍塌。日本的定年离婚也有着相似的逻辑。在日本传统家庭中，女性婚后往往成为全职主妇，没有独立经济来源，只能依靠丈夫的退休金生活。而孩子成年后，女性的育儿责任孩子结束，同时丈夫退休后，家庭经济来源固定。此时离婚，女性既能分割到部分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，又能摆脱多年的家庭束缚。因此很多女性会选择在丈夫退休当天提出离婚。这种任务式婚姻的解体，本质上是社会对婚姻功能的重新定义。过去，婚姻是生育共同体，传宗接代，抚育子女是核心使命。而如今，当生育和抚育的任务完成，人们开始追问，这段婚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答案是没有意义，那么离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也在大幅提升。在过去，离婚是羞耻的代名词，尤其是中年离婚，会被贴上不安分、不负责任的标签。而现在，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，及时止损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生活态度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全球45到55岁男性主动离婚的比例10年里蹿升 38%，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白头偕老当作必须完成的任务，而是更在意自己的人生是否幸福。如果说经济压力是外在推力，生理变化是内在隐患，那么心理层面的中年觉醒就是压垮45岁婚姻的核心内因。45岁是人生的中场休息，也是一个充满焦虑的阶段。事业上要么遇到瓶颈，晋升无望，要么觉得自己多年的付出不值，想要重新选择。健康上，身体机能下降，开始直面衰老和死亡。生活上，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人生失去了新鲜感，这种焦虑被心理学家称为中年危机，而很多人会把这种危机的解决方案指向离婚。哈佛团队曾对2000多名中年男性展开脑电测试，结果令人惊讶。当他们浏览社交媒体时，大脑奖赏区的活跃度竟比20岁的小伙子还要高。比如，当滑到大学同学坐着游艇享受生活的照片时，他们体内的多巴胺会急剧飙升。可视线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客厅，看着那面已经看了15年的墙壁，巨大的落差瞬间化为一句内心的呐喊：我的人生难道就要这样一成不变地过下去吗？这种对现状深深的不满，让他们把婚姻视为了束缚，觉得离婚能让自己重获自由，去探寻人生新的可能。而对于女性来说，这种心理上的觉醒更为显著。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，婚姻不再是她们安身立命的唯一依靠。中国妇联的数据显示，在45岁左右的人群中，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高达 70%， 远远超过了男性。在承担了多年的家庭责任之后，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和价值。她们不想再仅仅是某某的妻子、某某的妈妈，而是渴望回归最本真的自我，做真正的自己。迪拜王妃哈雅的故事便是这种觉醒的典型范例。45岁的哈雅出身约旦公主，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，还曾是参加奥运马术比赛最年轻的阿拉伯选手。25岁时，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25岁的迪拜酋长穆罕默德，婚后也曾一度沉浸在幸福之中。然而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，她渐渐发现王室那强烈的控制欲让她感到窒息。特别是当丈夫要将11岁的女儿许配给性情暴虐的沙特王储时，为了保护孩子，也为了找回迷失的自我，哈雅毅然决然地带着2个孩子逃离了迪拜，在英国提起了离婚诉讼。最终她赢得了官司，获得了高达 46.8 亿人民币的赡养费，开启了崭新的人生篇章。哈雅的案例或许有些极端，但其中蕴含的逻辑却具有普遍性。45岁的人已经不再愿意为了任何人而委屈自己，他们见识过世间的繁华，也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，终于明白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取悦自己远比迎合他人重要得多。
当婚姻无法给予理解和支持，反而变成沉重的枷锁时，离婚就成了一种勇敢的自我救赎。从法国的金色爆裂，到日本的定年离婚，从中国的中年闪离，再到迪拜王室的逃跑王妃，45岁的离婚潮已不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个别现象，而是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。这背后是时代变迁对婚姻制度带来的深刻冲击。过去，婚姻就像是经济合作社和风险共同体，男性主要承担家庭的经济来源，女性则负责管理家务和养育子女，双方相互依赖，共同抵御生活中的各种风浪。但如今，随着个体经济独立能力的不断提升，尤其是女性在职场中地位的崛起，婚姻的经济功能被大大削弱，人们不再需要仅仅通过婚姻来解决生存问题，因此对婚姻中的情感需求和精神共鸣有了更高的要求。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，现代职场的节奏越来越快，996的加班模式，漫长的通勤时间，让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被极度压缩，许多婚姻最终走向破裂，原因竟然是没时间沟通，不是不爱了，而是被生活的疲惫消磨得无力去爱。曾经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的精神盟友，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慢慢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当生活的琐碎将所有的激情和浪漫都消磨殆尽，婚姻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灵魂。更关键的是，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阶段，房价的波动、裁员降薪的风险、技术的快速迭代，让每个人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更倾向于自我保护。当婚姻不再是慰藉心灵的港湾，反而成为焦虑的源头时，结束这段关系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你的婚姻也走到了45岁这个关键节点，你会选择坚守还是放手呢？其实答案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，重要的是你的选择是出于逃避现实，还是清醒的思考。希望每一个走过45岁的人都能在婚姻的十字路口做出让自己不会后悔的选择。你身边有45岁左右离婚的案例吗？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是元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